极寒封死天地，冰冷擦穿高楼大厦，冻僵的躯体嵌在厚冰里，仅剩的人裹着破布蜷缩，喝出的白气转瞬成霜，眼底只剩死寂。我错愕地看向他，只觉得这一切都应该是梦，一个荒诞的噩梦。我努力在脑中将一切光怪陆离的事情消化，却始终说不出话。这时，一个锦囊被递到我眼前，阎王说：“这个锦囊可以容纳万物，希望你能帮助更多人活下去。”说罢，我的后背感觉到一股巨大的推力，身子向前跌去，脚下不知何时出现了一个黑暗漩涡。我转头看去，只看见阎王正和无常冷涔涔对着我发笑。我彻底跌入那个黑色的漩涡中，不知过去了多久。一朝梦醒，我惊了一身冷汗，但我发现这一切都是真的，不是梦。虽然荒诞，却是现实，因为那个阎王给的锦囊正被我紧紧地攥在手心。我连忙冲下楼告诉父母关于极寒末日的消息，父亲没有施舍给我一寸眼神。你都20多岁了，能不能找个正经职业？天天在家里写东西，能有什么出息？还把脑子给写坏了。现在8月份，你说瞎话也要看看实际情况。母亲无奈叹气：“你能不能跟苏苏学一点好？你怎么就这么没用呢？”哥哥鄙夷地看向我：“哼，他本来也是被医院保错的，现在苏苏都回来了，他也该滚出林家了。”我见他们不信，我赶忙拿出那个锦囊，准备展示给他们看。林苏正好在这时回来了。不久前，他作为林家真千金被寻回，而我这个被报错的假千金自然不受待见。虽然自从他来以后，我受尽白眼，但我知道此刻不是计较这些事情的时候。林苏年少有为，是当地有名的年轻女企业家，她见多识广，肯定会相信我说的话。我冲到她面前，急切地向她解释道：“苏苏，极寒末日要来临了，我手里有一个锦囊。”她话没说完，温热的手掌盖在我额头上。林苏嘲讽一笑：“没发烧啊？”她状似无意地贴上我的面颊，用只有我们两个能听到的声音道：“林昭，你怎么这么天真，想装疯扮可怜，跟我抢林家千金的位置是吗？”我拼命摇头，给他展示手里的锦囊。还没等我从里面拿出来下楼前装进去的笔记本电脑，他却突然惊叫出声：“好疼！”他倒在地上，捂着肿胀的脚踝，泪眼婆娑。“妈妈，哥哥，不怪昭昭，是我自己没站稳。”哥哥立马扑上去，一屁股将我顶了出去。苏苏，你就是这么善良，他都那么对你了，你还替他说话。爸妈眼中也只有林苏，围上去安慰。林昭他被我们惯坏了，但是这次我们不会再徇私了。你说该怎么样就怎么样。我刚站起身，还没拍掉身上的灰，一个大力的推搡再次将我推倒在地。苏苏，是我的未婚夫顾谦，他小心翼翼地检查林苏的伤口，然后抬起头，刺骨地审视着我。林昭，你太过分了。我心中只觉苦涩，他明明什么都不清楚，却直接就判定了我的死亡。安抚好林苏的情绪，众人才发现客厅里还站着我。我正欲举手，顾谦二话不说，将我手里的锦囊拍到地上。就为了这么个破玩意儿，你就对苏苏下此毒手？我看你是不想要这门婚事了。林哥挪动脚步，将尖锐的皮鞋踩在上面，我的手没来得及收回，也被他来回碾在脚底。他就是想害苏苏，拿个破不缝的东西做借口。手关节疼得直掉眼泪，我平静又带着怒意道：“我说的都是真的，你们爱信不信。”林哥像是听到了什么好笑的话，笑得直不起腰。别逗了，苏苏有气象局的朋友，你说的极寒来历，人家专业的人怎么会不知道？我看你就是写剧本把脑子写糊涂了。林苏哭得楚楚可怜。昭昭，我气象局的朋友说了，不存在极寒的情况。我趴在地上望向窗外，本来晴空万里的天已经开始刮风了，浅笑溢出鼻腔。我拿起锦囊，看着众人，内心平静无波。父母冷着脸：“林昭，我们养育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成年了，也该离开林家了。”未婚夫当场悔婚：“林昭，我的未婚妻只能是林家千金，你不配。”屁股一疼，我被哥哥从林家扔了出来，头狠狠地砸在地板上，顿时昏了过去。昏迷中，我又见到了阎王，他又如上次那般阴森地看着我，笑而不语。这次不是因为你们工作失误了吧？我无奈地说道：“我既然已经死了，也算同类，你能不能不用那种笑容看着我？怪瘆人的。”阎王顿时开口赔礼道：“不好意思，职业病。”他掸了掸衣袖，继续说道：“你只是昏过去了，并没有死。上次误勾你魂魄的阴差已经开会通报批评了。”我斜着眼，谨慎地问道：“那你这次是什么意思？”他突然正色道：“你这次还阳，这番人性险恶，你可曾理会的？”我低头应着一声“嗯”。既然你知晓了，那我也没事了，你可以就此醒过来了。他说完便做出了挥衣袖的准备动作。我知道那衣袖一挥，我便会醒来。我立即开口打断道：“阎王老爷，你是想救这世间的人吧？可是又为了什么？”阎王扭了扭脖子，发出卡拉卡拉的声响。上天有好生之德，少死一个便是一个，你能救一个，便是一份功德。我看着他的背影，直觉好笑。上天若有好生之德，便不会有这不讲道理的寒灾。阎王转身盯着我，我却语气轻松地开口道：“我明白道理的，上面一张嘴，下面跑断腿，懂的懂的。”阎王抬手笑道：“小冤魂，
以后需要我帮忙，可在心中默念我名。说罢，他衣袖挥下，我再次醒来。林哥嘲讽的声音率先进入脑海。现在苏苏回来了，你想说的一切都是他的，给我滚出林家！我挣扎着坐起，检查着哪里疼，但却连磕到的脑袋都安然无恙。林父母在一边看着，没有任何要拦着儿子的意思。我站起来拍拍屁股，一言不发，转头就冲进了超市。这个，还有这个，全都给我包起来。这些年存的钱虽然没有林苏那么多，但也够我吃一辈子。走到包子铺，每个县的来了1万个，又反手租了一个几百平的仓库。有乞丐问我，你是不是绝症要死了，所以准备把钱都花完？要是这样，你把钱留给我，我给你哭丧。我翻了一个极大的白眼，这是直接在我脸上拨算盘珠子，甚至还想趁机把我眼睛也当珠子拨。我要收购的东西很多，2天时间，我一个人根本就搞不过来。想了想，我朝乞丐抬下巴，你有多少兄弟？得到了一个确切的数值。我给每个人买了手机，1天100，管吃管住，跟着我好好干，以后肯定会出人头地的。他们看到钱和热饭，立马来了精气神。我在手机群里进行管理，半天时间，我的仓库就堆满了1/3。为首的乞丐换了一身衣服，看上去还像个样。他说他叫小军。姐，这大夏天的，你囤这么多棉被干什么？我故作高深，这你就不懂了吧？这是先见之明，衣食住行一样都不能缺，再去买一些煤炭和米。乞丐大军再次出动。1个小时后，小军带着伙计们回来。姐，正好有一家粮食公司倒闭，你猜我们买这么多才花多少钱？等极寒来临，钱还没1粒米有价值。我随手抓了一把米，看到袋子 logo 那刻，眉头微蹙。这不是……第2天一早，仓库外面响起了此起彼伏的鞭炮声。我不耐地起身，拉开帘子，小军在下面开心地跳起来。姐，昨天粮食公司的老板来给你送锦旗了。视线挪到小军身后的人身上，还真是他。我抓了抓头发，回去吧，不用谢。他们没有要离开的架势。而此刻，喧闹的人群中涌入了几个熟悉的人，他们绕过小军，拍打仓库的门。出来！戴着花臂的男人们凶神恶煞。我推开门，映入眼帘的是趾高气扬的顾谦。林昭，还真是你。小军哪里见过这种状况，缓步往我身边走。姐，你是得罪什么人了吗？粮食公司的王总指向我，是你买了我的粮。我反手指着小军，是他。那些凶猛的人将视线放在小军身上，吓得他一个弹射起步躲在我身后。这可是法治社会，你们想干嘛？顾谦走上前，好啊，你们是串通好的。王总，你这么干就不厚道了。明明是我们先找你公司合作的，你转头就跟林昭合伙，这算是违约。王总摸了摸自己的光头，顾总，你这话说的，跟你未婚妻合作，不也算是跟你合作吗？顾谦嘲讽出声，他就是林家不要的一条狗，怎么能配得上我？我未婚妻另有其人。王总，你这种行径，我是能告你的。听到告，王总也不再和善。姓顾的，我是毁约在前，可我也给了违约金，你凭什么告我？凭什么？你公司要破产，让我帮你，转头你拿了好处就要跑，世上没有这样的道理。我掏了掏耳朵，姓顾的，别把自己说那么高尚。我本来没想着参与这些纷争，毕竟等极寒降临，第一强的公司也要倒闭。可我没想到小军他们阴差阳错的插了一脚。顾谦以为我什么都不懂，其实我只是不屑于他们这种打赌式的商业欺压。你敢说你公司的所有流水都是干净的吗？顾谦黑了脸。林昭，你不懂就别瞎说。王总却像是刚反应过来，指着顾谦的鼻子骂：好小子，你敢算计我！你故意打压我，好让我跟你签订股转让协议，我达不到目标，公司就抵押给你。原来在这儿等着我。顾谦是家里最不受宠的儿子，为了证明自己的能力，选择用这种见不得人的方式实现自己的能力。就在关键时候，小军带着人无意中完成了王总的 KPI， 顾谦算盘落空，也难免会喊人来找我的麻烦。林昭，你要实在放不下我，就乖乖的闹出这种动静来，只会让我更加厌恶你。这个项目对我来说很重要，你闹脾气也该有个度，真是比不上苏苏，一点通情达理。我打了个哈欠，哦，说完了吗？说完了让开路，我今天还没开始采购呢。顾谦显然是没想到我这么不在乎，在众人的注视下，脸涨成了猪肝色。林昭，你别后悔。这时候，身着职业装的林苏出现在我面前，顾谦搂过她的腰。我在此宣布，我顾谦的未婚妻是林家千金林苏，并非丧家犬林昭。在场的有一位算一位，明日我和苏苏举办订婚宴，请各位吃席。现场一阵欢呼，远处传来发动机的轰鸣。昭姐，我们囤来水了。一大卡车上全是水资源。顾谦满是讥讽道：林昭，你真是傻了，现在是8月，怎么可能会降温到零下100多度？你真以为你是造世主，梦到极寒就是末世？一听到极寒和末世，围观的人全都开始窃窃私语。末世真的要来了吗？这不是小说里的设定吗？肯定是骗人的，他但凡说高温，我还能信。我在签售会上看到过他就是写末世小说的。我说荒废这么久的仓库，怎么又开门了？
他都开始囤货了，应该不会是假的吧？我可是听说，他们那些写刑事案件的都会亲自杀人，这种肯定是为了给自己的写作营造环境。众说纷纭，各执一词。有不少人觉得，宁可信其有，不可信其无。万一是真的呢？囤一点吃的喝的也无伤大雅。人群开始有轻微的躁动。林苏清了清嗓子：“大家听我说，我有气象局的朋友，经专业设备鉴定，不存在极寒的情况，末世就更不可能了。”浮动的人心得到片刻安宁，却在一声闷响后骤然升腾。我的儿啊，你怎么这么傻？什么末世都是骗人的，你怎么忍心丢下娘的？另一个年轻的妇人眼睛都哭肿了，她一手抱着孩子，一手指着我：“你这个丧天良的东西，害死了我男人，我要让你给他陪葬。”林苏状似安抚，碎步走到妇人面前：“女士请节哀，能告诉我具体情况是什么吗？我虽然不能让人起死回生，但我可以尽绵薄之力帮你讨回公道。”这不是前段时间火遍京城的最佳女企业家？有一位老大爷亲切地称呼妇人：“孩子，你就把你的冤屈说出来，他都上新闻了，身边肯定有记者能帮你的。”妇人嘴上抽噎，眼神看向我，满是恨毒。我开口：“老大爷，有冤屈找警察，找一个企业家有什么用？”老大爷拿着拐杖怒击地面。那妇人拿出手机：“我要报警。”没一会儿，警察就到了。他说：“警察同志，你要为我们做主啊！我男人听信这女人的谣言，直接从楼上跳了下去。”警察例行问询：“什么谣言？”人群中响起嘈杂的声音，但能让人听清是末世和极寒。小军身边的小侯站出来：“警察同志，就是他，他宣扬末世要来，造成人员恐慌，现在闹出了人命。”小军捶了他一拳：“你说什么呢？”小侯指着我：“是他逼死了人。”警察脸色一沉，林苏趁热打铁：“他为了让自己的谎言变成真的，还故意大批购入物资。但是警察同志，他心地是善良的，没想过这些谎言能害人。看在他认错、态度端正的份上，能不能从轻发落？”顾谦也来添油加醋：“警察同志，这个女人精神有问题，你们赶紧把她抓起来，等她酿成大祸就来不及了。”冰凉的银手镯戴在我手上，仰头，45度天空的位置，黑云汇聚，极寒末世马上就要来了。怎么了，小冤魂？自从阎王勾错魂，我就成了他嘴里的小冤魂。我无语扶额：“你动作能不能快点？再晚一些，末世还没到，我就已经死了。”倒霉蛋子，我这不是怕你还没囤好物资，准备好了，极寒来接你上车了哟。警车行至架桥，一阵冷冽的寒风吹过来，车身直接从一个行道变到了隔壁的行道。开车的小李脱口而出一句国粹，这才堪堪让车身再次平稳行驶。我坐在后排，左右都是警察，靠边停车吧，不然下次车就直接从高架桥上飞下去了。小李缓了缓神，没打算将我的话放在心上，可接下来的方向盘就像有了自己的思想一样，开始左偏右移的晃动。小李，车内空调温度不要开这么低，怪冷的。小李从后视镜看向这位警察：“刘队，我没开空调。”快看，那是什么？另一位警察指着窗外，一股又一股的寒流袭来，清晰可辨，如同涨潮的海浪接踵而至。伙计，这是什么情况？紧接着，刘队望向自己的窗口，慢条斯理道：“极寒来了。”众人的视线一过去，窗口缝隙处已经结起了寒霜。我的个娘嘞，末世真的来了，我还没娶媳妇呢。我移动一下酸胀的胳膊，放心，一时半会儿死不了。小李脸色一黑：“你怎么这么淡定？”刘队则是一句话问到了点子上：“你怎么知道极寒要来了？天机不可泄露。”那我们现在怎么办？车也开不了，总不能坐着等死吧？我闭目养神，实际是返回地府找阎王去了。我坐在椅子上，把玩着他桌上的生死簿，上面的名字一闪一闪的，有些闪过去灭了，有些闪过去还在。生死簿可不是你能玩的东西，赶紧放下。我叹了口气：“还没找到吗？”阎王在后面的书架上飘来飘去，来回翻找。别急，我在找。等得无聊，我干脆直接趴在了桌子上。请问这里能伸冤吗？我猛地抬头，果然看到了我的冤屈。大哥，我找你找的好苦啊，你终于来了。大哥的腿摔断了，整个魂魄的样子有些难以言语。阎王飞到我们身边：“什么冤屈？如实说来。”我本是气象局的一名工作人员，今年招新来了一位关系户，他蛮横霸道，我们局里的人全都想着多一事不如少一事，忍到他镀完金就没事了。可我们没想到，他竟然拦截重要信息。经过我们多方位的卫星探查，发现有一股不知道从哪里来的寒流正在向我们逼近。那股寒流威力很大，所到之处温度骤降到零下100多度。这条消息本该在1天前就上报组织的，但因为他的拦截，至今没有流出。一旦这种自然灾害形成，我们所处的环境就危险了。我不能拿众多百姓的命来赌，所以只能用自己的死来引起上级的重视。事情的前因后果我都写得很清楚，在衣服的内侧口袋里。说完，他看着我，满是懊悔：“对不起，连累你给我陪葬了。”阎王听完，指了指我：“他没死，他就是下来串个门的。”大哥立马跪在了我面前：“对不起，我有一件事情瞒了你们。”一阵手机铃声打破了警车内静谧的环境。刘队听完电话，神色沉重。我回望他，说道：“自杀者身上有一封信，能证明我的清白。得知我还能回去，大哥才选择把真相全都说出来。他自杀是逼不得已，有人让他闹出动静，
让众人觉得是我的谣传造成的动乱。刘队和检验科的通了电话，拿出来钥匙，解开了我腕子上的手铐。上级指示你是清白的。我晃了晃手腕，此刻有人开始敲击车窗，是小军，他们全都裹着大氅，眉梢还挂着霜雪。我朝着3位警官招招手，辛苦，不用送了。裹上小军拿来的衣服，这才折返回我的仓库。房间周围点了煤炭，暖和很多。我径直走到那妇人和孩子身边，递给他们一杯热茶，喝了吧，暖和。女人抱着孩子朝我跪下，谢谢你，还有对不起，他们说如果我们不按照他们说的做，就要杀了我们。对不起，孩子还太小，我也是逼不得已。我扶起来他，起来吧，我这不是好好的吗？昭姐，你真是神人啊！气象局没通知的事情你都知道，昭姐我以后就跟着你干了。昭姐，我……小军提着小猴走到我面前，给昭姐道歉。我饶有兴趣地盯着小猴眼，是我让他这么说的，他是我安插出去的一个眼线。小军不知道，还以为小猴背叛了我们。小军揪着他的耳朵，一句对不起这么难说吗？我实在忍不住笑了出来，是我让他那么说的。小猴惊喜地看着小军，惊喜。仓库一阵嬉笑玩闹声，我给10来个人分了包子，别高兴得太早。过2天还有一场恶战，结果还没过3天，就有人找上门，结了冰霜的门拍打起来，声音更为沉重。林昭，是我，王总。他笑嘻嘻，对上从窗台上探头的我，什么事？你买了我那么多粮食，现在这个天我们都没有吃的，你看是不是该跟我们分一些？小军都听不下去，放屁！你自己卖粮食的能没有食物吃？你上千个仓库，我当时也就买了几百个。王总身后跟着的人开始躁动。王总，你这也太不厚道了，你有粮食不给我们，就是我们又不是没给钱。大家稍安勿躁，实在是我没有。当初公司快要破产，已经低价清了1半仓库的粮了，剩下的全都让林昭买走了。你胡说！你当时给我看了存货，所有仓库都是满的，你那时候还让我全都买了呢。小军的话让王总瞬间红了脸，他梗着脖子。林昭，我可是听说了，这种寒冷的极端天气最多持续1个星期，你开仓放粮，我们都会念及你的恩情的。小军还要开口，被我拦了回去。你去！我凑在他耳边说了计策。王总还在仓库门外声情并茂的诉苦。我知道，这种极端天气，大家没粮食吃，都很慌，这不是毫不吝啬的带大家来找粮食了吗？他言辞恳切，试图用民意逼迫我开仓放粮。我透过窗户，声音平静极了。王总，你说你1粒粮食都没有，上千的仓库全都空了。千真万确。王总拍着胸脯，雪花落在他油光的脸上。各位乡亲，但凡我还有1点存粮，不会不拿出来给你们的。是吗？我轻笑一声。可我昨天晚上追猫，不小心闯进了你西区的77号仓库，那里面可是堆满了粮油。人群瞬间哗然，仿佛冷水滴入滚油，怒火轰然炸响。王总，这是怎么回事？你到底有没有粮？你该不会让我们出来当枪的吧？王总脸色骤变，急忙辩解：胡说八道！你们都听我说，他就是不想开仓放粮，这才让你们怀疑我的。我老王再次发誓，绝对不骗各位。我可以带各位去我的粮仓进行查看，但只怕这一来一回，林昭就把自己的存货给转移阵地了。我拍了拍手，制止王总继续往下说。我可以给大家放粮，但我希望我们能齐心协力，一起扛过这段极端天气。他们没有提前囤粮，家里的食物已经消耗殆尽。我在这里有粮仓的消息很快就会传开，如果我不放粮，肯定会成为众矢之的。林昭，这不会是你的权宜之计吧？王总发出合理的疑问。万一你就是提前先控制住我们，然后转移粮仓，我们找谁说理去？我怎么可能会离开？小军他们出去采购，我在仓库里也没闲着。看着虽然是普通的大铁门，可里面早就被我安装了防爆装置，大家不信的可以直接离开。我浅笑，我不强迫。你们要是觉得现在离开这里还有人会给你们分发粮食，请便。我们相信你，只要你按时给我们粮食吃，我们也不会干傻事。就是我们只是想填饱肚子。既然如此，皆大欢喜。人群中有老太太抱着孱弱的孙子。姑娘，你就赏我们一口饭吃吧，我孙子快饿死了。看到那么小的孩子，我于心不忍，还是先盛了一碗热粥亲自送出去。可当仓库门开一个缝的时候，一只纺鹰爪钩直愣愣地挡在关门的缝隙处。老婆婆怀里的孩子也不孱弱了，抡圆了腿往仓库里面跑。大家都快去抢粮啊，不能让粮食全都攥在他手里。各位，我就说他不是真心放粮。王总几乎要跳起来，举手抗议，真是好笑。若不是我留一手，那我付出的这些心血全都付诸东流了。我答应了放粮，我指着他们手里的家伙，你们这又是什么意思？看来先控制住我，再做打算的人是你们而非是我。所有人都涨红了脸，他们也知道自己此举不成功便成仁，全都缩起了脖子。我没有因为他们的压迫而退让，反而将手里的热粥泼洒在地上。既然不想要粮，那就都别要了。老婆婆如是珍宝的跪趴在地上，
想要将粥捧进嘴里，可那些水汽早在空中就结成了冰，落地就没见了踪影。但米香味飘散在呼吸中，消散不掉，剐蹭着众人的味蕾。我少一碗粥又不是危及性命，可你们不一样。小男孩扑到我身上，捶打我。坏人，你藏粮食不给我们分？我揪起他的脖领子，小鬼，说话要讲道理的，我都把粥给你拿出来了，是你自己不要的。他悬在空中，来回不停地踢腿，嘴里还嚷嚷着我是坏人。老婆婆推了我一把，他只是个孩子，你为什么要对他下这么重的手？我只是抓了他的衣领，仅此而已。林昭，你要是这样，就别怪我们兄弟们不给你面子了。王总说着，拿出手里的电棍棒。我从口袋里拿出王总仓库的清单，慢条斯理地念了起来。东区500到700号仓库，昨日入库总计97500吨粮食。西区80到200号仓库。王总一把将我手里的账单抽走。你休要血口喷人！我从锦囊里又拿出来一张一模一样的，随便撕。我这里多得很备份。王总百口莫辩，脸色铁青。他想不通为什么我会有他公司的核心数据。妈的，你真在骗我们！伙计们，我们杀进他的仓库，让他欺骗我们。慢着，你们就不怕我转移粮食吗？不用留下来2个人看着我。此话一出，果真给我留了2个人，其余人浩浩汤汤地前往王总的仓库去了。适才的老婆婆和孩子跟在人群后方，却被人一脚踢开。滚开！没用的东西，让你们拖延时间都不会。这种情况，你们这些老弱根本就撑不了多久，还不如省下那些饭留给我们吃。外围的人生怕自己分不到多少粮食，开始为自己的后路着想，纷纷驱赶这对奶孙。他们跌坐在冰面上，痛哭流涕。没一会，老婆婆返回，跪在我面前。姑娘，对不住了，他们说我们可怜，你肯定会心软。小男孩哭得鼻涕泡都结了冰。吴叔叔为什么不让我跟他一起去？老婆婆抱着安抚他，却突然倒地。奶奶，你怎么了？你别吓我，我以后再也不惹你生气了。他转而对准我，姐姐，你救救我奶奶，我奶奶为了我1天没吃饭了。小冤魂，这老太婆平日积德行善，寿不终，正无寝，你就当帮我的忙，救她一命。我耸耸肩，好吧。对上孩子殷切清澈的眸子，我淡淡询问：“你知道错了吗？”他点点头，我知道了，以后我不会再这样了。这边刚安抚好孩子和老人，那边林家人就找上门，他们偷感十足地跑到我面前，途中林哥还因为脚滑摔了个屁股着地。昭昭，你是不是有粮食？林母顶着慈祥的脸看向我，企图唤醒我对他们的情感。我点点头，是啊，我装作无辜的歪头，但是跟你们有什么关系呢？林哥拉不下脸，还是一副高高在上的样子。林昭，你别得意，你不把粮食给爸妈，你就是不忠不孝之人。都现在了，你还跟我提不忠不孝，先管好自己的命要紧。我没有丝毫要施舍的意思。林哥终于支撑不住，倒在地上。昭昭，你看在我们收养你的份上，救救你哥哥，他发烧了，有没有热饭给他吃？你们就我一个女儿吗？林苏呢？你们未过门的女婿顾谦呢？林母痛苦拍腿，都是白眼狼啊！昭昭，那天的事情我们都知道了，不怪你。林家人听信林苏的话，根本就没有囤积一点粮食。第一天去找林苏和顾谦，结果2个人把他们撵了出去。老不死的，吃什么吃？他们求林苏救救林哥，林苏却歇斯底里。要不是他小时候贪玩，我怎么可能会丢？我认回你们就是报复你们的。你们以为我这么多年怎么过来的？你们以为我真的在乎你们的死活？说完，他踢了踢虚弱的林哥，要死滚远点死。顾谦那个唯利是图的小人，自己都顾不住，自然是林苏说什么就是什么。听说林昭这里有粮和药，就辗转拉下脸求到了这里。昭昭，你原谅我们吧，我们一时糊涂，不是故意的。说着，林父母见我没有什么反应，直接跪下。昭昭，你回来吧，我们只有你这一个女儿。我不会信的，当初一件行李都没给我，将我赶出家门，怕林苏觉得不自在，立即就进行司法鉴定，将我从林家除名。现在走投无路，又想我了。远处传来嘲讽的声音，2只藏獒拉着的车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哦，现在是在演母女情深吗？林苏和顾谦在这头说着，仓库那头就传来了切割铁块的声音。你们想干什么？顾谦走到我身边，自然是开仓放粮。你们这是抢？你抢我林家千金的位置时，怎么不说抢？我歪头反问，你抢我未婚夫的时候怎么不说抢？也对，顾谦是我不要的东西，你捡走确实不算抢。你？顾谦指着我的鼻子，我看你没了粮食，还能不能这么嚣张？随王总去分粮的人折返回来，他骗我们，根本就没有那么多粮，只有2个仓库。没错了，那2个仓库的还是我故意留的，其余的早就在王总不知道的情况下对我转移了。我早就看出来他不是什么好人，奸懒馋滑。随着切割的声音持续的越来越久，仓库被他们切割出来一个口子。顾总、林总，仓库里面是空的。什么？怎么可能？我现人亲眼看着他的。你是说小侯吗？我淡然品茶，那是我让他那么说的。人群开始躁动。完了，他早就把粮食转移了，那我们以后怎么办？
抓住他，严刑拷打，我就不信问不出来。就是派人跟着他，我就不信他自己也不吃不喝。顾谦抓住了我的衣服。粮食呢？他和家里人签了对赌协议，谁能够搞来粮食，那顾家的掌权人身份就归谁所有。顾谦不得无礼。顾大哥制止了顾谦的行为，站在远处朝我微微颔首。你跟我大哥勾结？顾谦眼神里全是不可思议，谁不知道顾大哥和顾谦水火不容？他那么急于证明自己，也是为了早已摆脱顾大哥的压力。林苏报了警，林昭，粮食你不交出来，你也别想好过。警察很快来了，还是刘队和小李他们。警察同志，林昭他私自囤粮。话没说完，银手镯就戴在了他手腕上。你们抓错人了，是他。刘队出示自己的证件。你截获国家气象局的机密，并涉嫌敲诈勒索，请跟我们走一趟。他以为那男人死了，就没人会知道他拦下极寒的消息。届时他除掉林苏，继承物资，那他就成了末世的王。可他低估了那男人，就算死也要拉他下水。群众纷纷围观仓库，得知里面没有丝毫物资后，陷入了狂乱。林昭，你赶紧把粮食交出来，否则别怪我们使用非常手段。你们要对我姐使用什么非常手段？紧接着，小军带着几个青壮年回来，他们纷纷朝我握手。感谢林女士的慷慨解囊，国家对你捐献物资的行为表示由衷的感谢。既然我选择大张旗鼓的囤物资，我就想到了后续一系列的事情。仓库不过是我用来引蛇出洞的工具，锦囊才是我的最终妙计。我早就让小军带着锦囊去投奔国家机关了。仓库被国家机构接管，我也乐得清闲。短短2天，我名下的仓库被全面接管，改造成了最高级别的临时救灾安置点，外围拉起通电铁丝网，荷枪实弹的武警接管了防务。我作为物资捐赠者，被安排在核心区一间独立控温的休息室里。小军掀开厚重的隔温门帘走进来，他身上套着国家统一配发的特制防寒装备，像个笨重的宇航员。昭姐，西区那边的冰层又加厚了半米。小军摘下头盔，呼出一大口白气，热气还没离唇，就化作冰屑簌簌掉落。小猴抱着一箱压缩饼干跟在后面，他把箱子稳稳放在金属架上，转身用袖子擦扯脸上的冰水。军哥，这批物资登记造册完毕，一盒都没少。这小子变了，往日眼角眉梢的狡黠全收了起来，干活麻利，成了小军手底下的头号猛将。安置点里几千号人的物资分发，他盯得连一只苍蝇都飞不过去。我递过去2杯热水，两人接过，烫得直吸溜，却舍不得放下。外面情况不容乐观。小军压低声音指了指窗外，王总那个老东西说的只持续1周，彻底成了放屁。现在室外温度逼近-150度，好多老楼冻裂了，墙皮往下掉冰砖，砸死砸伤不少人。我点点头，目光越过防风玻璃，极寒持续加剧，生存空间正被这恐怖的低温一点点挤压。户外水源早已冻成坚不可摧的冰川，连空气都悬浮着细密的冰霜。吸一口气，肺管像被无数根钢针狠狠扎透。门帘再次被掀开，刘队大步走进来，制服外面裹着厚重的军大衣，眉毛上挂着2道冰棱。刘队，喝口热的。我推过去一个搪瓷缸，刘队也不客气，捧起杯子猛灌2口，长舒一口气。他拉过一把椅子坐下，从公文包里掏出一个平板电脑，推到我面前。林苏那案子结了，看看。我点开屏幕，是一段审讯室的监控录像。画面里，林苏披头散发，戴着手铐，像个泼妇一样砸着审讯椅的挡板。放我出去！我是林家千金，我是著名企业家，你们凭什么抓我？审讯员冷冷地把气象局的拦截日志拍在桌上，密码是你改的，指令是你下的，涉嫌危害公共安全、敲诈勒索，认罪吧。林苏死死盯着那份日志，突然疯狂摇头，不是我，是顾谦，全是他逼我的。他眼泪鼻涕呼了一脸，指着镜头大喊，顾谦为了争夺顾家继承权，故意压下极寒的消息，他想借信息差囤积物资，大发国难财。我只是个被他利用的弱女子。画面一转，顾谦被带进了对峙室，他西装起皱，眼底全是红血丝。听到林苏的指控，顾谦猛地站起来，指着林苏的鼻子破口大骂，贱人，你敢咬我！顾谦转向审讯员，从口袋里掏出一个 U 盘，警察同志，我举报林苏不仅拦截机密，还利用这个消息敲诈了几个大公司，我这里有他所有的通话录音和转账记录。林苏疯了一样扑过去，连带着审讯已在地上拖出刺耳的摩擦声。顾谦，你不得好死！你明明说好会保我的，保你？你算个什么东西？顾谦一脚踹在审讯椅上，你这个假冒伪劣的烂货，也配进我顾家的门？录像到此戛然而止。刘队收回平板，冷笑一声，狗咬狗，一嘴毛。顾谦早留了一手，把林苏平时口出狂言索要巨额封口费的电话全录了音，证据确凿，林苏当场就瘫了。顾谦脱罪了。小军凑过来问，想得美。刘队敲了敲桌子，他包庇、协助隐瞒，涉嫌行贿，哪怕不是主犯，也难逃法网。不过顾家反应极快，刘队掏出手机，调出一张通告截图。顾家老爷子连夜发了声明，直接把顾谦逐出家门，冻结了他名下所有账户，收回所有房产。现在顾谦成了黑户，连安置点的门槛都进不来，只能在外面当流浪汉。至于林苏，刘队顿了顿，端起搪瓷缸，被转入临时看守所了。我收回视线，端起茶杯抿了一口。因果报应，屡试不爽。下午
物资分发点外排起长龙，我穿上特制的防寒服，戴上供氧面罩，跟着小军去外围巡视。刚走出安置点大门，刺骨的寒风像刀子一样刮过面罩，零下150多度的空气吸入鼻腔，都带着血腥味。都排好队，不要挤！小猴举着扩音喇叭在风雪中大喊。安置点外围拉起了通电的警戒线，无数裹着破棉被、硬纸板的人在寒风中瑟瑟发抖。突然，角落里的垃圾堆旁传来一阵凄厉的叫骂声。放手！这是我们先看到的。滚开！老不死的，把吃的给我！几个形容枯槁的人影在雪地里扭打成一团。我眯起眼睛，视线穿透风雪，那2个被按在地上猛踹的，竟然是林父和林母。林父的羽绒服早就破成了布条，脏污的棉絮飞得满天都是，他死死护着怀里的半块冻成石头的发霉面包。林母头发散乱，像个疯婆子一样去咬压在林父身上的流浪汉。松口，贱女人！流浪汉反手一巴掌将林母扇飞出去，林母重重摔在冰面上，吐出一口带血的唾沫。而在他们不远处的破旧手推车上躺着一个人，是林哥，他身上盖着几层破烂的编织袋，脸色呈现出死人的青紫色，身体不受控制的剧烈抽搐，嘴里不断吐出白沫，高烧已经烧坏了他的脑子。把吃的给我！流浪汉一脚踩在林父的手背上，清脆的骨裂声在风雪中格外清晰。林父惨叫一声，手指松开，那半块发霉的面包滚落在冰面上。流浪汉一把抓起面包，连上面的冰渣都不拍，直接塞进嘴里，连滚带爬的跑了。林父趴在地上，绝望地捶击着冰面。林母爬到手推车旁，摸着林哥滚烫的额头，嚎啕大哭：“作孽啊！我们林家怎么落到这个地步了？”就在这时，林母抬起头，目光越过警戒线，对上我的视线。我站在高高的台阶上，身边是全副武装的安保人员。小军拿着一个保温杯，恭敬地递到我手里：“招姐，喝口热汤暖暖身子。”林母的眼睛瞬间瞪圆了，她看到了我身上崭新厚实的防寒服，看到了我手里冒着热气的保温杯，更看到了周围所有人对我恭敬的态度。昭昭，是昭昭！林母像是抓住了救命稻草，连滚带爬的朝警戒线扑过来。昭昭，救救你哥哥，他快烧死了！林父也反应过来，顾不上断裂的手骨，踉跄着冲过来。昭昭，爸爸错了，爸爸不该赶你走。林父跪在冰面上，把头磕得砰砰作响。你行行好，给点药吧，一口热饭也行啊。2名安保人员迅速上前，用防爆盾牌将他们死死挡在警戒线外。退后，再靠近就采取强制措施了。安保人员大声厉喝。林母抓着盾牌边缘，指甲在上面划出刺耳的声响。昭昭，你不能这么狠心啊！我们养了你20年啊！我拧开保温杯，慢条斯理地喝了一口热汤，浓郁的肉汤香味顺着风飘散出去。警戒线外的人群发出一阵吞咽口水的声音。林父和林母更是直勾勾地盯着保温杯，眼珠子都快掉出来了。养了我20年，我盖上杯盖，声音隔着面罩传出去，显得冰冷失真。把我赶出家门的时候，你们可不是这么说的。你们说林苏才是你们唯一的女儿，我只是个鸠占鹊巢的假货。我居高临下的看着他们，现在假货活得好好的，你们的真千金呢？林母浑身一颤，捂着脸痛哭起来。林苏被抓进看守所的消息，他们肯定早就打听到了。那个他们捧在手心里的真千金，不仅没给他们带来荣华富贵，反而把他们推向了深渊。林昭，算我求你！一个沙哑破败的声音从角落里传来。我转过头，一个衣衫褴褛、浑身散发着恶臭的男人从阴影里走出来。他右脚有点跛，脸上布满冻疮，几乎看不出原本的模样。是顾谦。他搓着冻得发紫的手，眼神里再也没有了昔日的趾高气扬，只剩下摇尾乞怜的卑微。只要你给我一口吃的，让我干什么都行。顾谦扑通一声跪在地上，我给你磕头，我给你当狗。他一边说，一边用力扇自己的耳光。我瞎了眼，我不该悔婚，我不该帮着林苏那个贱人对付你。清脆的巴掌声在风雪中回荡。林父瞪大眼睛看着顾谦，突然像疯了一样扑上去，死死掐住顾谦的脖子。是你，都是你和林苏那个扫把星害了我们。林父双眼赤红，歇斯底里的咆哮。顾谦也不甘示弱，反手一拳砸在林父脸上。老东西，要不是你们贪图林苏的财产，能落到今天这个地步？两人在雪地里像野狗一样互相撕咬起来。林母在一旁绝望的尖叫，试图拉开他们，却被顾谦一脚踹翻。我冷眼看着这场闹剧，心中没有掀起半点波澜。昭姐，外面风大，回去吧。小军低声提醒。我点点头，转身走向安置点大门，身后传来林母凄厉的哭喊和林哥微弱的抽搐声。我一步也没有停顿，刚踏入安置点大门，脚下的地面突然剧烈震动了一下，咔嚓一声令人牙酸的巨响从头顶传来。我猛地抬起头，远处一栋30多层高的商业大楼，外墙的承重柱发出一连串爆竹般的炸裂声，极度的严寒让钢筋混凝土失去了韧性，变得像玻璃一样脆弱。轰隆隆，大楼从中间拦腰折断，巨大的混凝土碎块夹杂着冰雪，如同陨石般砸向地面，漫天的冰尘瞬间吞没了周围的街道。警报声骤然响起，刺破了风雪的呼啸。安置点内的人群爆发出惊恐的尖叫声，疯狂地朝内部涌去。都别慌，待在原地。小军抽出腰间的警棍，
大声维持秩序。小侯带着几个志愿者迅速冲向大门，用力拉下厚重的防爆卷帘门，气浪夹杂着冰渣撞击在卷帘门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闷响。温度计的红色液柱再次下探，空气中的凝霜现象变得肉眼可见。呼吸之间，细小的冰晶在半空中碰撞，发出细微的沙沙声。金属门框表面瞬间结出尖锐的冰刺。我脱下防寒手套，将手掌贴在冰冷的墙壁上，白色的冰霜正以极快的速度顺着墙体向上蔓延。大楼倒塌的余波在冰面上震荡了许久，才彻底平息。卷帘门外的风雪声越发刺耳，犹如无数头野兽在撕咬着金属外墙。休息室内的温度计红柱死死卡在0度以上的刻度，与外界仿佛是两个世界。我靠在椅背上，翻看着小军递交上来的物资消耗报表。着急，外面又闹起来了。小侯掀开门帘，带进一股白色的寒气，眉毛上结着细碎的冰晶。是林家那几个人，他们不知从哪儿弄来个破扩音喇叭，在通电铁丝网外面哭天抢地，非说你是他们亲生女儿。我合上报表，站起身去看看。穿过2道恒温隔离门，我走上安置点外围的瞭望台。极寒的冷空气瞬间穿透防护服的缝隙，像无数根细针扎进皮肤。铁丝网外，难民们裹着硬纸板和破棉被，蜷缩在避风的角落里。林父和林母跪在雪地中央，两人中间拖着一辆破旧的手推车，林哥躺在上面，进气多出气少。林昭啊，你这个丧尽天良的白眼狼！林母举着喇叭，干瘪的嘴唇冻得发紫，眼泪鼻涕混在一起结成冰碴，自己躲在里面吃香喝辣，看着亲生父母在外面冻死饿死啊！大家给评评理，哪有这么狠心的女儿？林父在一旁不停地磕头，额头砸在冰面上砰砰作响，渗出的鲜血瞬间冻结。昭昭，千错万错都是爸妈的错，你不能看着你亲哥哥活活烧死啊！你手指缝里露出一点残羹冷炙，就能救我们一家人的命啊！难民们本就因为极度的饥寒处于崩溃边缘，听到这话，纷纷用异样的眼光看向执勤的安保人员。人群中开始传出窃窃私语，这女的心肠也太狠了，连亲爹亲妈都不管。里面那么多物资，凭什么不分给咱们？他连家里人都不救，还能管咱们死活？逼他开门，把物资交出来！几百双充血的眼睛死死盯着瞭望台，暴动的情绪在冰雪中迅速蔓延。几个人甚至抓起地上的冰块，朝铁丝网砸过来。小军握紧了手里的防爆棍，转头看向我。不用，我拿过小侯手里的平板电脑，连上安置点外墙的巨型全息投影仪，顺手递给他一个 U 盘，把里面的东西放出来，声音开到最大。明白。小侯手指翻飞，下一秒，安置点外墙的巨大屏幕亮起，画面中是一份盖着鲜红公章的司法鉴定书，旁边还附着一段视频录像。视频里，林母满脸嫌恶地将我的行李扔出大门，声音尖锐刺耳：林昭，我们养育了你这么多年，现在你成年了，也该离开林家了。我们只有苏苏这一个女儿。林父在一旁冷眼旁观，林哥更是直接将我踹下台阶，赶紧滚！你享受的一切都是苏苏的。紧接着，屏幕上弹出一份登报声明：林家与林昭正式断绝一切关系，收回所有赠与财产。铁丝网外的喧闹声戛然而止，只剩下风雪的呼啸。我拿过扩音器，冷冽的声音压过风声，看清楚了，白纸黑字，司法鉴定，断绝关系声明。当初是你们登报把我扫地出门，现在看安置点有吃有喝，又想跑来认亲。难民们的眼神瞬间变了，在这个人吃人的末世，同情心是最廉价也最珍贵的东西。他们发现自己仅有的同情被这家人利用，愤怒的火苗轰然窜起。呸！自己不要的女儿，现在看人家有物资又来装可怜。一个高壮的汉子往地上啐了一口带血的唾沫，不要脸的东西，浪费老子感情，滚远点，别在这碍眼。几个脾气暴躁的难民直接冲上去，一把夺过林母手里的喇叭，抬脚踹在林父的肩膀上。林父惨叫一声，在冰面上滚出老远。别打，别打！林母吓得连滚带爬的扑向手推车，死死护住上面半死不活的林哥。滚！再敢来骗人，老子把你扒光了扔雪堆里！在众人的唾骂和驱赶下，林父拖着一条断腿，和林母一起推着破车，连滚带爬的逃离了安置点大门，很快消失在茫茫白雪中。风波平息，我转身走下瞭望台，刘队正站在防风门后，递给我一份最新的灾情报告。西区那边的地下管道彻底冻裂了，备用水源线路受阻。刘队眉头紧锁，如果不尽快疏通，安置点的供水系统最多撑3天。我带人去。我拉拢防寒服的领口，小军挑几个好手，带上破冰设备，10分钟后出发。履带式装甲车在厚达2米的冰层上艰难碾压前行。城市已经彻底沦为冰封的废墟，随处可见冻僵的尸骨和被冰柱贯穿的车辆。车子停在西区废弃的加压站旁，四周死一般寂静，只有风刮过破损广告牌发出的呜咽声。下车，注意警戒！我推开车门，踩在嘎吱作响的冰面上。小军和小侯端着防爆枪，一左一右护在我两侧。加压站的大门被厚厚的冰层封死。小军刚举起便携式破冰锤，几道黑影突然从旁边的废弃厂房里窜了出来。别动，把武器放下！为首的男人手里举着一把自制的冰镐，眼眶深陷，颧骨高高凸起。他身上的防寒服破烂不堪，露出的皮肤布满青紫色的冻疮，是顾谦。他身后跟着4个手持生锈铁管的混混，饿得像皮包骨头的野狼，死死盯着我们车上的物资箱。林昭，
真是冤家路窄。顾谦咧开干裂的嘴唇，露出一个扭曲的笑容。老天都在帮我，把你抓了，安置点那些吃喝就全是我的了。他彻底疯了，被顾家逐出家门，在零下100多度的极寒中，像阴沟里的老鼠一样苟活。他的心里早已极度扭曲，把一切都归咎于我。我冷冷地看着他，连呼吸的频率都没有改变。就凭你们几个，少废话。是啊，死活不论，只要留一口气就行。顾谦嘶吼着挥舞冰镐，带头扑了上来。他以为我毫无防备。小军冷笑一声，根本没拔枪，反手从后腰抽出一根高压电击棍，按下开关，蓝色的电弧在空气中爆出刺耳的噼啪声。一个混混刚冲到面前，小军侧身躲过铁管，电击棍狠狠戳在他的肋骨上。那人浑身剧烈抽搐，口吐白沫，栽倒在冰面上。小猴动作同样利落，一脚踹飞另一个混混的膝盖，反手用枪托砸晕了第3个。顾谦红了眼，冰镐带着凌厉的风声直劈我的面门。我微微偏头，锋利的镐尖擦着我的面罩划过，我顺势扣住他的手腕，猛地向下一折，咔嚓一声脆响，顾谦的手腕呈现出诡异的弯曲，他惨叫着松开手，冰镐掉在地上。我抬腿一脚踹在他的腹部，巨大的冲击力让他整个人倒飞出去，重重撞在加压站的冰墙上。嗨嗨！顾谦呕出一口鲜血，血液在半空中就结成了红色的冰珠。他拼命挣扎着想要爬起来，防寒服在锋利的冰面上划开一道长长的口子，零下100多度的寒风瞬间灌入他的衣服里，他的皮肤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得惨白，紧接着泛起恐怖的紫黑色，极度冻伤让他的肌肉迅速坏死。林昭，你不得好死！顾谦趴在地上，声音微弱的像蚊子叫。昭姐，怎么处理？小军走上前，踩住顾谦的肩膀，我拍掉袖口上的冰屑，视线扫过这片废墟。安置点不养废人，更不留祸患，扔到城外无人区。小军像拖死狗一样揪住顾谦的衣领，将他拖上装甲车的后备箱。车子重新启动，开到城市边缘最荒凉的废墟地带。小军拉开车门，一脚将顾谦踹了下去。顾谦在雪地里滚了几圈，四肢僵硬地抽搐着。风雪很快掩盖了他的身躯，将他彻底吞没在无尽的白茫茫中。疏通完备，用水源线路，我们驱车返回安置点。刚驶进大门，就听到一阵刺耳的警报声，几个安保人员正举着防爆叉，将一个浑身是血的胖子死死按在地上。给我吃的，我是王总，我有钱，我有很多钱，给我一口吃的。胖子手里死死攥着半截生锈的钢管，疯狂地挣扎咆哮。他身上的衣服早就看不出原本的颜色，油腻的头发结满冰柱，整个人散发着令人作呕的酸臭味。是那个曾经不可一世的粮食公司老板王总。他的仓库被愤怒的群众洗劫一空后，被打断了腿，只能躲在废弃的楼房里苟延残喘。藏起来的那点可怜的粮食吃完后，极度的饥饿终于逼疯了他。他竟然妄想持械强闯最高级别的安置点。刘队推开防风门走出来，脸色铁青。他从腰间掏出冰冷的手铐，咔嗒一声扣在王总的手腕上。放开我，我是纳税大户，你们不能这么对我！王总像杀猪一样嚎叫，多次挑动群众闹事，哄抢物资，现在又持械寻衅滋事。刘队冷酷地宣读着他的罪状，一脚踹在他的膝盖窝上，逼他跪下，带走，移交看守所。2名武警上前，像拖麻袋一样将王总拖向停在旁边的押解车。等待他的将是连暖气都没有的低温监狱，余生只能在寒冷与绝望中度过。我跳下装甲车，走进安置点，脱下厚重的防护服，喝了一大口热茶，才感觉肺部的刺痛感稍微缓解。昭姐，来监控室一趟。刘队的声音从对讲机里传来。我推开监控室的门，墙上的大屏幕正播放着外围无人机传回的实时画面。看守所那边出了大乱子，刘队指着屏幕，备用发电机被冻裂了，整个安保系统瘫痪，跑了10几个重刑犯，林苏也在里面。屏幕上，一架无人机正跟拍着城南的一片废墟，画面放大，林苏裹着不知从哪扒来的带血棉衣，像一只饿极了的野狗，在结冰的垃圾堆里疯狂翻找。他曾经精致的脸庞布满冻疮和污垢，眼神中只剩下对食物的原始渴望。另一头，街角的拐弯处，林家父母拖着林哥缓慢挪动，林父手里死死攥着半个冻得发黑的烂苹果，那是他不知道从哪个死人堆里抠出来的。林苏的鼻子动了动，猛地抬起头，他看到了那个烂苹果，眼睛瞬间爆发出绿光，像疯狗一样扑了上去。林母听到动静，转头看清来人，原本绝望的脸上爆发出惊喜的狂呼：苏苏，你逃出来了，快！这是你爸刚找到的，你哥快不行了，你帮着给他咬一口。话音未落，林苏一把夺过林父手里的烂苹果。林母愣住了，苏苏，你干什么？你哥他，滚开，老不死的！林苏抬起腿，狠狠一脚踹在林母的心窝上。林母在光滑的冰面上滑出数米远，后脑勺重重磕在冰块上，猛地吐出一口鲜血，染红了身下的白雪。你个畜生，那是救命的啊！林父怒吼着扑上去抢夺。林苏随手捡起地上一块带冰的砖头，毫不留情地砸在林父的额头上。林父闷哼一声，直挺挺地倒了下去。躺在推车上的林哥不知从哪生出一股力气，挣扎着滚落到冰面上。他枯瘦的手指死死抓住林苏的裤腿，喉咙里发出破风箱般的呵呵声。给我！林苏嫌恶地皱起眉头，一脚踩在林哥的手指上。他将烂苹果连皮带和塞进嘴里，胡乱嚼了2下，咽下肚子，头也不回地跑了。林哥的手指无力地松开，
脑袋一歪，彻底没了动静。林家父母躺在血泊中，再也没有爬起来。无人机继续追踪着林苏的轨迹，他跑出没多远，又在一处废弃的菜市场雪地里挖出一块颜色发黑的冻肉。他根本顾不上那块肉散发的恶臭，迫不及待地撕咬吞咽。不到10分钟，画面里的林苏突然停下脚步，那块肉早就腐败变质，在极寒下滋生了致命的毒素。他惨叫着倒在雪地里，身体像虾米一样蜷缩翻滚。锋利的冰碴割破了他的脸颊和双手，他在冰天雪地里剧烈抽搐着，最终他的动作越来越慢，直至完全停止，僵硬成了一具扭曲丑陋的尸体，眼睛死死瞪着灰暗的天空。我端起桌上的茶杯，咽下温热的茶水，窗外的风雪依旧肆虐，拍打着防弹玻璃，没有停歇的迹象。我放下茶杯，磁底刻在金属桌面上发出一声闷响，监控屏幕上的画面剧烈抖动，无人机的镜头被彻底冻死，屏幕瞬间变成了一片刺眼的雪花点。刘队腰间的对讲机突然爆出刺耳的电流声，呼叫指挥中心，市中心主供暖管道全线崩裂，备用锅炉机组被冰层压塌。紧接着另一个频道的嘶吼声强行插了进来，城外盘山公路发生大面积地层冰裂，3个村落的群众被困在断崖区，救援车辆履带全部冻死，无法挺进。重复，无法挺进。刘队猛地站起身，带翻了椅子。伤亡情况：气温跌破零下160度，部分受灾群众已经出现重度低温症，防寒物资和抗冻药品全面告罄，再拖下去全得冻死在山里。刘队眼眶通红，拳头重重砸在桌面上。我转身走向物资存放区，从小军手里拿过一个测温仪。刘队，看这个。我拉开锦囊的抽绳，将手探进去，直接扯出一件厚实的军用大衣，反手扔进他怀里。刘队下意识接住，身体猛地一震，这是热的。锦囊内部空间不仅无限，还能绝对恒温。我再次伸手掏出一整箱玻璃瓶装的抗生素和生理盐水，液体在透明的玻璃瓶里晃动，没有半点结冰的迹象。放进去是什么温度，拿出来就是什么温度。我把药品推到刘队面前，让后勤把所有刚出锅的热食、刚生产的药品全装进我这里。小军瞪大眼睛凑过来，招姐，那城外山区的救援怎么办？车进不去，人走在冰裂带上就是送死。车进不去，我带进去。我指着窗外停机坪上那些重型破冰机和履带式救援舱，把那些大家伙全收进锦囊。我步行跨越冰裂带，到了被困点再把设备放出来。刘队倒吸一口凉气，没有半句废话，立刻转身冲着对讲机大吼：全员行动，把重型设备往林昭这边开。半小时后，我穿着特制防寒服，站在了城外盘山公路的入口。狂风卷着冰碴砸在面罩上，前方的山路已经彻底断裂，形成了一道道深不见底的冰渊。小军和小侯腰间拴着安全绳，一左一右跟在我身后。昭姐，脚下当心！小军大喊，风声把他的声音撕得粉碎。我踩着一块凸起的冰岩，纵身越过一条半米宽的冰裂缝，抵达第一处断崖平地。我立刻解开锦囊，意念闪动间，2台重型破冰机轰然落地，履带砸在冰面上，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。开路！我挥手示意，身后的武警救援队迅速跳上破冰机，引擎轰鸣，直接在坚冰上碾出一条通道。我们一路推进，连续跨越了4道致命的冰裂带。每到一处绝境，我就用锦囊放出架桥设备和救援舱。被困在山洞里的群众被一车车拉出来，我站在风口，不断从锦囊里往外掏冒着热气的肉汤和棉被。分发完最后一个村落的物资，我的大脑突然一阵眩晕，连续高强度调动锦囊的空间能力几乎抽干了我的体力，双腿一软，我靠在了一块巨大的冰壁上。昭姐，小侯扔下担架跑过来，扶住我的胳膊。我没事。我大口喘着粗气，肺里像吞了刀片一样疼。我推开小侯，指着前面一处被封的岩缝，我去那边缓口气，你们继续装载伤员。钻进岩缝，寒风被阻挡在外，我靠着石壁滑坐下来，闭上眼睛，极度的疲惫感如潮水般涌来。阎王那个老狐狸，给个宝贝还这么费神。我在心底默念那个名字，岩缝里的空气突然停止了流动，一股完全不同于冰雪的阴冷气息悄然弥漫，黑色的衣袍在半空中翻滚。阎王蹲在我面前，手里把玩着一块黑色的令牌。小冤魂，搞得这么狼狈。他咧嘴笑了笑，少说风凉话，我连眼皮都懒得抬。这鬼天气根本不正常，零下160度，你确定只是因为人间出生率低？阎王收起笑容，叹了口气，瞒不住你，阴间底层的寒煞池裂了道口子，一股寒煞外泄，顺着极寒之风刮到了人间。他指了指外面的冰天雪地，如果不把这股寒煞遏制住，极寒会持续数年，人间就真成死地了。我猛地睁开眼，那你还不去修？再修了，再修了，但外泄的寒煞得有人处理。阎王从袖子里摸出一枚暗黄色的符箓，递到我面前，避寒符，戴在身上，能驱散方圆100米内的寒煞之气。我一把抓过符箓，触手的瞬间，一股暖流顺着掌心涌遍全身，冻僵的四肢迅速回暖。阎王打了个响指，2道半透明的灰白身影在岩缝角落里浮现，手里提着幽蓝色的灯笼。借你2个阴差。阎王站起身，拍了拍衣角，他们能看穿冰裂带的薄弱点，帮你指路排雷。去吧，多救点人，算你功德。话音未落，它化作一团黑雾消散。我把避寒符贴身收好，走出岩缝，避寒符的威力瞬间显现。以我为中心，
风雪仿佛撞上了一堵无形的墙，纷纷向两侧退避。小军正扛着一个冻僵的孩子，冻得浑身发抖。我快步走过去，靠近的瞬间，小军面罩上的冰霜以肉眼可见的速度融化。昭姐，你身上怎么这么暖和？他惊愕地看着我。别废话，跟紧我。我看向前方，两个提着幽蓝灯笼的阴差正飘在半空中，手里的灯笼指向左侧的一条冰脊，避开右边，走左侧冰脊。我大声下令，救援队伍紧紧跟在我身后。有阴差指路，我们完美避开了所有隐藏的冰裂缝和脆弱的冰鞘。遇到巨大的冰障，我直接用锦囊收走，再扔到远处的深渊里，救援效率呈几何倍数暴增。天亮时分，山区最后一名被困群众被安全送入救援舱。返回安置点时，大厅里挤满了刚救回来的难民。原有的供暖设备因为超负荷运转，已经处于停机边缘，大厅温度正在快速下降。我走到中央供暖枢纽前，拉开锦囊，几十台国家最新研发的军用级恒温反应炉被我放了出来。旁边还堆着成吨的特级无烟煤和航空燃油，这些都是我提前用锦囊在其他军区仓库搬来的备用物资。工程兵立刻上前接驳线路。10分钟后，沉寂的通风口发出一声轰鸣，滚烫的热风呼啸着涌入大厅，挤在一起瑟瑟发抖的群众纷纷抬起头，感受着扑面而来的热浪。一个抱小孩的妇女突然跪在地上，朝着我的方向重重磕头：“救命恩人，谢谢你！”紧接着，大厅里成百上千的人接连跪下，哭喊声和道谢声交织在一起。我没有说话，只是退到一旁，将锦囊重新系紧。大门被推开，刘队陪同着一位肩扛将星的中年军官大步走来。军官停在我面前，立正，敬了一个极其标准的军礼。林昭同志，国家感谢你的卓越贡献。他放下手，转头冲门外招了招手。一队士兵端着金属托盘整齐列队走入，托盘上放着一套套呈现出哑光黑色的特制外骨骼防寒装甲，这是科学院连夜赶制的最新型单兵救灾装甲，内置微型核电池，抗寒等级零下200度。军官指着那些装备，目光灼灼地看着我。上级正式批示，成立破冰专属救灾特勤队，由你担任队长。小军和小侯穿着崭新的装甲走上前来，他们身后还站着10名全副武装的顶尖特种兵。昭姐，小军咧嘴一笑，将一个带有通讯模块的黑色头盔递给我，以后兄弟们这条命就交给你了。我接过头盔，手指抚过冰冷的金属外壳，视线扫过这群站在我身后的同伴。我将头盔扣在脑袋上，按下颈部的锁扣，咔嗒，头盔锁死，面罩内侧的 HUD 屏幕瞬间亮起，幽蓝色的数据流瀑布般刷过，微型核电池的低鸣声在耳畔响起，一股强劲的暖流瞬间包裹全身。破冰特勤队，全员听令。我按住颈部的通讯键，声音经过头盔处理，透着金属的冷硬。到13台外骨骼装甲同时立正，沉重的金属足部砸在冰面上，震得大厅地砖微微发颤。我转头看向防风门外，普通人肉眼无法察觉的虚空处，那两个提着幽蓝灯笼的阴差正静静漂浮着。灯笼的幽光没有指向灾区，而是直指城市地下的废弃地铁网络，目标市中心地铁防空枢纽。我抽出大腿外侧的战术高频震荡刀，出发。装甲车在破冰机的开道下，径直撞开市中心地铁站结冰的玻璃穹顶，履带碾碎满地冰碴。我们顺着漆黑的电梯井垂降，越往下走，空气里的寒意越发诡异。外骨骼装甲的抗寒等级高达零下200度，但此刻面罩上的温度警报却开始疯狂闪烁。昭姐，雷达显示前方有高能低温反应堆。小军端起重型电磁步枪，头盔探照灯的光束被浓重的白雾吞噬。不是反应堆，我盯着前方阴差灯笼指引的方向，通道尽头，原本的地铁隧道已经彻底塌陷，一个深不见底的巨大黑洞横亘在废墟中央，浓稠如墨的黑色寒气正源源不断地从洞口喷涌而出，顺着隧道向地表蔓延。周围的岩壁不仅结了冰，甚至呈现出一种被冻得坏死的灰败色泽，这就是阎王说的寒沙外泄口。所有人退后50米，建立防线，没有我的命令，谁也不许靠近。我下达指令，特勤队员迅速后撤，举起防爆盾牌死死卡住通道截面。我独自走向那个翻滚着黑气的地洞，每靠近一步，装甲关节处就发出令人牙酸的冻裂声。微型核电池的输出功率已经被推到了极限。我拉开胸口的防寒拉链，摸出那张暗黄色的避寒服，符纸刚一暴露在空气中，表面的朱砂纹路便像活过来一般，流转起刺目的金光。地洞里的寒煞仿佛察觉到了天敌，猛地沸腾起来。一道水桶粗的黑色冰柱夹杂着凄厉的呼啸声，直奔我的面门砸来。我侧身翻滚，高频震荡刀顺势劈出，当，刀刃砍在冰柱上，火星四溅，冰柱碎裂，散成漫天黑雾。我借着反冲的力道跃起，单膝重重跪在洞口边缘的岩石上，左手捏紧避寒服，对准黑气最浓郁的中心眼，狠狠拍了下去。它，符纸贴住冰面的瞬间，金光骤然炸开，化作一张巨大的金色光网，死死罩住整个洞口。黑气在光网下剧烈冲撞，
发出类似野兽濒死般的嘶吼。干得不错！熟悉的阴冷声音在耳边响起。阎王不知何时出现在我身侧，他今天换了一身暗红色的长袍，惨白的双手快速结出一个繁复的法诀，给本座压回去。阎王双掌猛地向下虚按，金光大盛，碧寒符上的朱砂纹路化作无数条锁链，顺着洞口直冲地底。翻滚的黑气瞬间被切断了源头，硬生生被逼回了深渊深处。洞口四周的坏死岩层开始剥落，我低头看向手臂上的微型温度计，刺目的零下165摄氏度开始疯狂跳动，零下120摄氏度，零下80摄氏度，零下40摄氏度。头顶传来一阵细微的咔嚓声，一滴水珠落在我的面罩上，摔成几瓣。紧接着是第2滴、第3滴。昭姐，温度回升了，外面下雨了。通讯频道里传来小军狂喜的吼声，整个地下隧道里的坚冰开始大面积融化，水流顺着台阶哗啦啦的往下淌。我收起震荡刀，站起身，那张避寒符已经彻底融入了岩层，化作一个金色的印记，死死封住了寒煞。阎王拍了拍手，身形在水汽中逐渐变淡。这烂摊子总算补上了，剩下的看你们凡人自己的造化了。半个月后，气温稳定在了零下20度左右，虽然依旧寒冷，但相比之前那仿佛要灭绝人类的极寒，这已经是天堂般的温度。户外的冰川大面积融化，城市低洼处积起了半米深的水。我穿着轻便的防寒服，带着小军在安置点外围巡视水质净化设备的安装进度。泥泞的街道上，难民们正在排队领取国家下发的灾后重建工具。昭姐，前面路堵了。小军指着街角的一个垃圾回收站，几只不知道从哪钻出来的野狗正在撕咬一团破烂的棉被，几个负责清理街道的志愿者正拿着铁锹驱赶野狗。我踩着水坑走过去，地上是一具半截身子泡在泥水里的尸体，头发花白，眼窝深陷，那张脸早被饿得脱了相，冻疮和水肿让他看起来像个发胀的皮球。是林父，死了2天才被发现的。一个志愿者捂着鼻子，用铁锹把尸体翻了过来，手里还死死攥着这玩意儿。林父僵硬的右手里死死抓着半块发霉的压缩饼干，他死前似乎经历过剧烈的挣扎，指甲深深嵌进肉里，掌心全是血。他老婆呢？小军随口问了一句，语气没有半点波澜。那个疯婆子早死透了。旁边排队领物资的大妈凑过来，吐了口唾沫。前2天温度刚回升那会儿，她不知道在哪捡了件死人的脏衣服穿，低温症发作，加上伤心过度，大半夜在角落里哭嚎了一宿。第2天早上起来，人就硬了，连个收尸的都没有，直接被环卫车拉去城外烧了。林家彻底绝户了，林哥死了，林苏逃狱后毒死在雪地里，他曾经引以为傲的一切，全都在末世的寒风中化作齑粉。我低头看着林父那张扭曲的脸，他的眼睛半睁着，浑浊的眼球死死盯着安置点大门的方向。处理干净，我收回视线，转身走向安置点深处，别让他身上的病菌污染了水源。好嘞，昭姐。小军挥挥手，几个特勤队员利落地掏出尸体袋。2个月后，国家机器重新运转，清理废墟，修复水电，搭建临时住房，整个城市变成了一个巨大的工地。西郊的一处废弃工业园。昭姐，这片地皮已经推平了，但国家调拨的建材还在路上，最快也要下个月才能到。难民们连个遮风挡雨的棚子都没有。小猴戴着安全帽，手里拿着图纸，急得直挠头。我站在推土机旁边，拉开腰间的锦囊抽绳，让所有人退到警戒线外。我指着眼前足足有3个足球场大小的空地。小猴愣了一下，随即眼睛一亮，立刻拿起对讲机大吼：全员撤离，清空场地。不到10分钟，几千名难民和工程人员全部退到了工业园外围。轰隆，一座小山般的水泥带凭空出现在空地中央，砸起漫天烟尘。紧接着第2座、第3座，成捆的螺纹钢筋像瀑布一样从半空中倾泻而下，发出震耳欲聋的金属碰撞声。砰砰砰，几十辆崭新的重型挖掘机、起重机、搅拌车在空地上整齐排列开来，砖块、玻璃、保温材料、活动板房的预制件。不到半小时，原本空旷的工业园被堆得满满当当。这些物资足够在废墟上重新建起一座小型城市。难民们站在警戒线外，眼珠子都快瞪出来了。这是神仙显灵了！一个老头揉了揉眼睛，扑通一声跪在地上。是林队长，是林队长变出来的！人群中爆发出震天的欢呼声。我系紧锦囊，转头看向小军和小猴，建材和设备都有了。从今天起，特勤队转为工程指挥部。我拍了拍小猴的肩膀，带着大家把家建起来。机械的轰鸣声迅速取代了末世的死寂。难民们爆发出前所未有的干劲，推着小车，扛着钢筋，如火如荼地投入到重建工作中。夜深，工业园的探照灯将夜空照得惨白。我坐在刚刚搭建好的指挥部板房里，翻看着明天的工程进度表。一阵阴风吹过，板房的门嘎吱一声开了，灯泡闪烁了2下，彻底熄灭。黑暗中，一缕幽蓝的火苗在桌角亮起。阎王坐在我对面的折叠椅上，手里把玩着一个打火机。你这日子过得倒是充实。他把打火机扔在桌面上，火苗照亮了他惨白的脸。我合上文件，靠在椅背上。寒煞解决了，你又跑来干什么？来告诉你个好消息。阎王伸了个懒腰，这次极寒危机，死的人虽然多，但也算是给凡间洗了次牌。那些贪得无厌、作奸犯科的，
基本都死绝了。他指了指窗外那些正在挑灯夜战的难民，经历过生死，活下来的人反而更懂得珍惜了。最近这段时间，人间的出生率不仅止跌，还出现了小幅回升的迹象，地府的指标算是有着落了。我冷笑一声，所以你们不打算继续折腾了？不折腾了。这股寒煞本来就是个意外，差点把本座的底裤都赔进去。至于那个锦囊，你留着吧。我微微一怔，里面的空间和时间静止法则我已经彻底固化了，就当是你这次帮地府擦屁股的报酬。阎王转过头，那双漆黑的眼睛里闪过一丝复杂的情绪。人间需要一个守门人，你这丫头够狠，也够稳。以后若是再有这种不长眼的阴煞之气漏下来，不用等本座现身，你直接用锦囊里的力量解决。他从袖子里掏出一枚黑色的鼓哨，扔在桌面上。遇到搞不定的，吹哨子，随叫随到。我拿起那枚鼓哨，指腹摩挲着上面冰冷的纹路，成交。我把鼓哨揣进口袋，阎王咧嘴笑了笑，身形化作一团黑雾，顺着窗户缝隙钻了出去。板房里的灯泡重新亮起，我推开门，走到板房外的空地上。远处，挖掘机的探照灯扫过夜空，小军正光着膀子站在脚手架上指挥吊车安放预制板，火花在电焊枪下飞溅，照亮了难民们满是汗水的脸庞。我拉紧防寒服的拉链，将锦囊的抽绳在腰带上打了个死结，转身走向轰鸣的工地。